我们给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大家好，我是李一萌。又是一年一度繁忙的 H1B 工作签证申请期，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简短的了解一下递案之后会出现的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您的申请获批。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保存好相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就是等待入职。第二种情况呢，是收到 RFE， 也就是移民局的补件要求。第三种情况要比第二种情况更严重一些，那就是收到移民局的 NOID， 也就是 Notice of Intent to Deny， 拒签意向。最后一种是我们都不希望出现的，那就是您的申请被拒签。今天和大家着重聊一下补件要求。近几年补件要求的几率较之往年有所升高，但是还是请大家在收到补件要求的时候不要慌乱，及时的联系您的雇主和律师，根据 Notice 上面提供的材料补充的清单来准备应对方案。关于补件要求呢，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希望由申请人来提供的补件，那我们这里所说的申请人也就是我们的雇主。需要雇主补件的几个常见的原因我们今天呢谈两个最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 specialty occupation， 也就是说职位的专业性，这个呢是 H1B RFE 里面最常见的问题。如果您收到这个类型的 RFE 呢，其实也就是说移民局在质疑这个职位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第二种也就是 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也就是雇佣关系。收到这类 RFE 呢就是说明移民局在质疑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申请人和受益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理的雇佣关系。例如，雇主是否有权利雇佣和解聘雇员，是否有权利制定和监督雇员的工作内容等权利。其他 RFE 的原因包括 LCA， 就是劳工证的问题，或者是说 availability of work，是否有足够的工作内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以后再细聊。第二类呢，就是需要受益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雇员来提供的材料。需要雇员补件的常见原因有 beneficiary qualification，员工资质。收到这种 RFE 呢，移民局在质疑的其实是员工本身是否有能够胜任职位和其工作内容的资质，也就是说他在质疑你这个专业是不对口的。移民官在颁发这种 RFE 的时候呢，他质疑的是受益人是否有合法的身份。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移民局在审批 H1B 的申请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日益严苛，尤其是在审批在境内转身份的申请时，那更是非常非常的严谨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自己在境内的合法身份。以上就是几个常见的补件要求的原因由于每一个 RFE 的案子的独特性以及这个准备的过程，以及需要补充的材料的复杂性，对专业的要求程度会比较高，所以在此建议大家在收到 RFE request 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联系专业的移民律师团队来帮助您回复移民局的补件要求。谢谢您的观看，我是李一萌，再见。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